欢迎回来。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庄严宣告第一个100年奋斗目标已经实现。李克强主持大会，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王岐山、胡锦涛出席大会。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联合致贺词，共青团员和少先队代表集体致献词。礼炮鸣放100响，71架战鹰列阵长空，送上祝福。各族各界人士7万余人齐聚天安门广场，出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午7时53分左右，在现场的欢呼声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天安门城楼主席台。7点55分，中国人民解放军空中梯队亮相庆祝大会。71架战鹰列阵长空，中国共产党党旗由直升机护旗梯队护卫。29架直10和直19绘成100字样，10架歼10组成71字样，15架歼20成3个编队。如此大规模的歼20梯队飞越天安门广场尚属首次。最后10架教八在天安门广场上空画出一道道彩带。8点整，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正式开始。请全体肃立，鸣礼炮。56门礼炮鸣放100响，向党的100年光辉历程致敬。礼炮声中，222名仪仗队员组成的国旗护卫队穿过悬挂有巨型金色党徽的红色拱门，升国旗，唱国歌。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同志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首先代表党中央向全体中国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的热烈祝贺。在这里，我代表党和人民庄严宣告，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持续奋斗，我们实现了第一个100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正在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2个100年奋斗目标迈进。习近平表示，党的18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战胜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实现第一个100年奋斗目标，明确实现第2个100年奋斗目标的战略安排，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英勇顽强的奋斗，向世界庄严宣告：
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习近平指出，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历史都充分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习近平表示，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与人民休戚与共、生死相依，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任何想把中国共产党同中国人民分割开来、对立起来的企图，都是绝不会得逞的。9500多万中国共产党人不答应，14亿多中国人民也不答应。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中国共产党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习近平强调，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必须加快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人民军队为党和人民建立了不朽功勋，是保卫红色江山、维护民族尊严的坚强柱石，也是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的强大力量。新的征程上，我们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把人民军队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军队，以更强大的能力、更可靠的手段，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习近平指出，新的征程上，我们必须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以中国的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中国人民从来没有欺负、压迫、奴役过其他国家人民，过去没有，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有。同时，中国人民也绝不允许任何外来势力欺负、压迫、奴役我们。谁妄想这样干，必将在14多亿中国人民用血肉铸成的钢铁长城面前碰得头破血流。习近平表示，100年前，中国共产党成立时只有50多名党员，今天已经成为拥有9500多万名党员，领导着14亿多人口大国，具有重大全球影响力的世界第1大执政党。
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号召全体中国共产党员牢记初心使命，坚定理想信念，践行党的宗旨，永远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风雨同舟、同甘共苦，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努力为党和人民争取更大光荣。中国共产党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百年恰是风华正茂。回首过去，展望未来，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全国各族人民的紧密团结，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伟大、光荣、英雄的中国人民万岁！在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之后，全场肃立奏响国际歌。在歌唱祖国的歌声中，10万语和平歌振翅高飞，10万个五彩斑斓的气球腾空而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圆满结束。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张玉杰向深圳卫视表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历史和中国人民的选择。在2个100年交汇的历史节点上，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发表的讲话是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文献，金句频出，催人奋进。总书记的讲话既系统、科学、全面地概括和总结了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丰富经验，同时也号召全体党员面向未来，继续努力奋斗，为实现第2个100年目标而前进，以中国的经验开创性的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的丰功伟绩。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到明确实现第2个100年奋斗目标的战略安排时提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张玉杰认为，习总书记强调不可逆转，体现出中国共产党在面对世界100年未有之大变局时的信心和决心。面向未来，中国共产党继续保有它的先进性、战斗性，面对各种各样的困难，都能够带领着人民克服种种艰难险阻，向着光明的目标去奋斗。挑战和困难是阻挡不了中国人民继续进步的，因为中国有这样的传统，以及我们中国共产党的坚强的领导，就会克服各种各样的困难，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也创造了新中国庆典历史上的多个首次。而本次庆典的空中战机梯队尤为引人瞩目，其中首次公开亮相的直8 L 运输直升机将成人民解放军2栖战利器，而作为我军最先进的隐身战机歼20也首次以15架次的飞行梯队飞越天安门上空。
据新华社报道，包括张桂梅、李红塔、买买提江、吴买尔、林丹等刚刚获得七一勋章的平凡英雄，以及获得人民英雄国家荣誉称号的张伯礼、张定宇、陈薇等，也在天安门城楼就座。整个天安门广场红色是非常醒目的颜色，在广场的东西两侧一共有100面红旗，寓意着党100年风华、青春正茂。现场还有好几个100，例如56门礼炮共鸣放100响。仪仗队员组成国旗护卫队，踏着红毯穿越红色拱门，走向升旗区域。220米的距离，国旗护卫队正步、旗步各100步完成。此次庆祝大会也创造了新中国庆典历史上的多个首次，包括首次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以盛大仪式庆祝党的生日。195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30周年，也是新中国成立后首逢建党整数年纪念。当年6月30号下午，在北京先农坛体育场举行了庆祝大会。1959年人民大会堂建成后，建党40周年、60周年、70周年、80周年、90周年和95周年的庆祝大会均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那么这一次，党的100年大庆，党中央决定是在天安门广场举行这个庆典活动。在我看来，这意味着是与历史的遥相呼应。共和国的庆典史就是一本袖珍的新中国成长史。在天安门广场进行的每一场庆典都代表着一个新的历史坐标。那么我觉得，当我们这个连点呈现的时候，你会发现它们汇聚成一条一路上扬的这么一条曲线，它代表的就是新中国的这个成长趋势。所以，当新中国的缔造者、引领者中国共产党迎来100岁华诞的这个庄严时刻啊，我认为在天安门广场举行这个庆典就成了再自然不过的顺理成章。此外，在8次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大会中，此次是开始时间最早的一次。我能够深切地感受到1个多小时的活动的现场的氛围是热烈而庄严。无论是现场的嘉宾观众，还是前来报道的中外媒体的记者，能够亲临现场见证中国共产党100年华诞的荣光，他们的心情是非常的激动和兴奋，溢于言表。其实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心愿，那就是祝福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生日快乐，祝福伟大的祖国在党的领导下繁荣昌盛。在庆祝大会上，解放军空中梯队飞越天安门上空，不仅吸引了现场观众，更是吸引了全世界的瞩目。其中，直8悬挂党旗和巨幅标语飞过，29架直10和直19绘成100字样，歼10和歼20纷纷亮相，教8拉烟收尾。有媒体制作了长图，可以直观地看到解放军空中梯队飞越天安门的壮观阵型。值得注意的是，此次活动中亮相的直8正是解放军最新型的运输直升机直8L，这也是该型装备的首次公开亮相。直8直升机是我国上世纪90年代设计定型的13吨级多用途运输直升机。此次最新亮相的直8L正是直8家族中的最新改进型，其最大变化是整体变宽了不少，因此也被外界称为宽体直8。随着它的入列服役，也让我们的陆航部队拥有了一个新型的、更大更强的兵力投送利器。应该说，它能够上到海拔很高的高原地区，可以在高寒的山地作战，也可以越过海峡进行登岛作战。那这个含义是不言自明的。宽体直升机它的优势在于它的肚子很大，它的货舱、它的机舱还很宽，可以容得下一些车辆搭载进去。比如说解放军现役的山猫车族，比如说我们的猛士车族，这意味着空中突击部队可以很好的利用它进行蛙跳式作战。有分析指，直8L 的服役让之前国产直升机只能运人，无法运送装备成为了历史，这让陆航部队的车辆、火炮等装备也插上了翅膀。直8L 除了能提升陆航部队的机动作战能力外，还不排除将要登上我海军舰艇作为舰载直升机。如果将来我们的2栖攻击舰上搭载舰载型直8L，并以此为核心组建舰载航空中队，将为2栖登陆作战提供充足的火力支援，提升海军陆战队的快速反应作战能力。那么现在我们也知道，我们有了2栖攻击舰以后，特别是075这样的大型的2栖攻击舰，那这样的话，它同时在舰上贯穿性的甲板上可以有4、5架直升机同时起飞。那这种直8L 型的或者直8海军型的这种直升机呢，它又是中型的，每次搭载的这个人员和装备都比较多，而且是同时起降。那显然在2栖作战中就可以发挥它的这种作用。此外，我军最为先进的隐身战机歼20再次惊艳全场。
歼20自2011年首飞后就牵引着公众的视线。2016年，2架歼20战机首次亮相中国航展。2017年，建军90周年阅兵，3架歼20战机组成编队飞过朱日河上空。2019年，国庆70周年阅兵，5架歼20战机编入空中梯队，接受祖国和人民的检阅。而此次建党100年庆祝活动，共有15架歼20飞越天安门上空。央视解说称，如此大规模的歼20编队飞越天安门广场，尚属首次。给大家这种感觉上，可能就是增加了几架飞机的。其实对我们来说呢，训练难度呢是成倍的增加的，因为每多一架飞机，就相当于多了一个人。然后人与人之间的磨合、协同，做到一个整体，整个在空中统一步调一致。其实这需要大家更多的默契、更多的训练，然后还有相互的信任，才能达到那种完全步调一致的统一。前段时间官方也官宣了，又有一支英雄部队正在列装、接装这个歼20隐身战机，这意味着今天飞越天安门上空的这15架歼20战机，当中应该有一些90后飞行员。有一些80后飞行员，他们可能不是第一次飞越天安门上空了，他们可能是第2次，甚至是多次参与这种国家的顶级规格的这种授阅或者是这种庆典活动。应该说，他们是我们国家非常资深的4代机飞行员了。据央视报道，本次庆祝大会亮相的15架歼20战机中，有多架来自空军航空兵某旅。在抗美援朝战场上空，这个旅飞行1大队在大队长王海的带领下，取得击落击伤敌机29架的辉煌战绩，凝聚起让敌人闻风丧胆的空中拼刺刀精神，被空军命名为王海大队。近年来，这个旅6次摘得空军比武团体第1，16人次斩获金头盔、金飞镖，数量居空军之首。列装歼20战机后，王海大队年轻飞行员投身新时代练兵备战，不断提升实战化训练水平。作为英雄部队的传人，列装了先进的武器装备，我们应当传承好先辈精神，加强研究攻关，把未来战争研究深，把自身基底研究透，努力发挥歼20战绩的一个最佳效能，用实际行动切实扛起新时代飞行员的一个使命担当。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也提到港澳事务，显示中央治理港澳政策一脉相承，并为香港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7月1号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之日，也是香港回归祖国24周年纪念日。连日来，香港街头到处都洋溢着喜庆气氛。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时提到，要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落实中央对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全面管制权，落实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维护特别行政区社会大局稳定，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分析认为，习近平7.1讲话重申了中央对港澳的基本方针政策，显示了中央治理港澳的方针政策没有改变，是一脉相承的。同时，香港政治局面稳定后，中央也在推动特区政府着力解决经济民生问题。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可促进香港与内地乃至全球经济融合发展，对香港未来经济社会民生发展会有根本性的改善。在今天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这样一个重要节点，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大会上再次重申中央对港澳的2个落实的要求，也就是要落实中央对港澳特别行政区的全面管制权，落实特别行政区建立健全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这表明中央将港澳工作与国家整体的发展大局结合在一起。香港一国两制研究中心研究总监方舟在接受深圳卫视记者采访时表示，一国两制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够得以顺利实施。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香港繁荣稳定的根本保证。接下来，香港应该更好地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为年轻人创造更多发展机遇。接下来呢，香港呢要进一步提升管制水平那么包括解决经济民生上所面临的一系列深层次问题，更好地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尤其让我们香港的年轻人呢能够感受到国家发展的机遇给他们带来的机会那么这样的话呢，这个香港呢才能够长期的繁荣稳定，那么一国两制呢也才能够真正的这个
落实得好。7月1号也是香港回归祖国24周年纪念日，香港中联办、驻港国安公署、外交部驻港公署、驻港部队等主要中央在港机构各自举办了升旗仪式，贺建党100年，庆香港回归24周年。特区政府也在金紫荆广场举行7·1升旗仪式。值得注意的是，香港警方升旗队首次以中式步操进场。仪式中，警察乐队奏乐，现场嘉宾合唱国歌。特区政府飞行服务队的2架直升机分别悬挂着国旗和香港特区区旗，飞过维多利亚港上空。由于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和多名官员赴京参加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留港的新任政务司司长李家超首次以署理行政长官身份，率领其他特区政府官员出席升旗仪式和庆祝酒会。李家超在庆祝酒会上发言：“香港顺利回歸是中國共產黨100年偉業的重要部分。今年嘅7月1號，亦都係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週年嘅重大日子。喺社會各界慶祝中國共產黨100年華誕之際，我哋應該對喺中國共產黨領導之下提出同埋實行嘅一國兩制有更根深嘅體會。”李家超还认为，香港社会及政治情况恢复稳定，有条件从谷底反弹，迎接更好未来。未来1年，特区政府会继续以坚定的立场维护国家安全，完善一国两制的实施，并以务实的态度和迎难而上的精神砥砺前行。那我们今天在现场观察呢，其实整个现场的庆祝的仪式在形式上是和往年差不多的，都是一如往年，但是气氛是比往年更为隆重、喜庆还有热烈。因为这半个月以来呢，香港街头各地都是张灯结彩，处处都悬挂着5星红旗以及这个标语。那街头的这个巴士啊、电车啊，在最近呢，其实也都张贴主题宣传的标语。那么今天7·1在这个特别的日子呢，这个巴士、小巴、电车都展开了一个街头巡游的一个活动。另外还有上百艘的渔船也会在今天巡游整个的维港。可以说，今天在香港是海陆空全方位的庆祝这个大喜的日子。港区全国人大代表、前海关理局香港事务首席联络官洪为民告诉深圳卫视记者，在香港回归后，每年的7·1回归纪念活动他都会参加，而今年的活动让他尤其深刻感受到香港与祖国的紧密关系。今年是第一次我们香港的警察护旗队是用普通话来叫口令的，然后呢，今天因为也恰逢是我们中国共产党的100年的这个华诞，不同的领导在致辞的时候都提到了共产党和香港一国两制各方面的这些贡献，同时呢也非常开心，在港区国安法以及这个改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这2个很重要的法规推出了以后呢，整个香港呢这个情势呢稳定了下来大家呢可以更集中的精神去发展经济走出疫情的这个雾霾。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重要讲话中强调，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中国共产党100年华诞之际，台湾一些政党、团体和人士也以贺电、贺信等形式向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表示祝贺，共同期盼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岛内媒体也极为关注，并以直播形式进行全程报道。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表示，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要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9·2共识，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包括两岸同胞在内的所有中华儿女要和衷共济，团结向前，坚决粉碎任何台独图谋，共创民族复兴美好未来。任何人都不要低估中国人民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强决心、坚定意志、强大能力。
台湾大学政治系名誉教授张林征在接受深圳卫视记者采访时说，在他看来，习近平主席讲话中有关台湾问题的表态虽不长，但内容丰富，至少涵盖了3层含义。第一个讯息，他就是说，就是促进国家的这个和平统一啊，是这个共产党矢志不渝的一个目标了啊。那也是我们中国人的一个愿望。那在这个，那先把他的这个目标愿望讲出来，然后他想用什么方法来达成这个目标啊，和这个实现这个愿望呢？那就是我们继续要来坚持在就是一个中国的原则和9·2共识，在这个基础上头呢，来推动两岸的和平统一，然后再铺陈出来呢，就是说统一应该是两岸同胞共同的一个心愿，所以呢，希望两岸能够和衷共济啊，那么来实现这个祖国统一的这个大业。张林征说，现在国际上有关武统的讨论很多，习近平的重要讲话发出了清晰的信号。现在国际上头，甚至在台湾都一直在吵这个武统的问题。好，那国际上头是有意忽视这个9·2共识。那么就台湾来讲呢，他是根本不接受9·2共识遑论那么清楚的一中原则啊。所以在这些方面呢，他这个特别的表明他的立场，说我们当然是希望和平统一啊，希望两岸同胞携手和衷共济，来推动这个祖国统一目标的实现。台湾时事评论员黎建南在接受深圳卫视记者采访中提到，习近平的讲话向台独分子和外部势力发出有力警告。那么听台湾的话讲，我们也感觉就是说，他现在还是以和平统一为主嘛。所以这也是再次提到9·2共识，这也是我们在台湾比较会关心到的这个问题。然后希望两岸呢和衷共济，团结向前，不要低估了中国人民的意志啊！这当然也是给台独有一个警告了，他有这个坚强的意志，他也有强大的能力，因为在伟大复兴方面呢，绝对不能少掉这个整个中华民族的统一。黎建南17岁就加入了中国国民党，1999年因抗议李登辉背离孙中山先生理念而退党。在接受深圳卫视采访时，黎建南表示，作为中华民族一份子，对中国共产党历经100年艰辛奋斗，带领中华儿女取得的辉煌成就深深感动，也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充满信心与期待。当今世界面临100年未有之大变局，唯有中国共产党可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可以挽救陷于迷途的台湾。我当时是全台湾最年轻党部书记我不干了，我就要到大陆看一看。所以可以说我看大陆看30多年了。开始的大家当然是充满一个疑惑，这么穷这么落后能起来吗？这要多少年的时间才能起来呢？所以这是我深深体认到，所以这个中国共产党是整个这个中华民族的股心骨了。值得注意的是，台湾一些政党、团体和人士也以贺电、贺信等形式向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表示祝贺。中国国民党前主席连战在贺电中表示，中国共产党创建100年，主导神州大陆建设72年，中华民族复兴进程已达5000年历史新高峰，致盼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所有中华儿女合力为我民族之事业再造星球。中国国民党前主席洪秀柱专致贺函，表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历史的必然，致盼两岸促进融合，心灵契合，竭尽心力共同完成国家统一大业，共筑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亲民党主席宋楚瑜在贺电中表示，中国共产党艰苦卓绝，奋斗不懈，重振华夏，以人民福祉为先，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念，身令世人刮目相看。致盼未来双方致力促进两岸和平发展，实现中华民族复兴。新党主席吴成典也在贺信中祝愿顺利实现民族复兴，希望两岸持续交流合作，力促国家和平统一。此外，五党团结联盟等岛内政党团体及一些人士也以不同形式向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表示祝贺。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刘和平。刘先生您好。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表示，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您对此如何解读？其实要准确把握习近平总书记有关台湾问题讲话的真实内涵，我们首先必须要对当前的台海局势有一个大致的了解与判断。
我认为，由于近年来蔡英文当局不仅不放弃台独立场，而且拒绝了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再加上美国不仅摆着了军事介入台海局势的态势，而且正在联合包括日本、澳大利亚、韩国、欧洲在内的盟友，共同介入台海局势。因此，近期的台海局势可谓是风云突变，面临着是统是独、是战还是和的前途未卜的这么一种状态。而且，越是在这个时候，国际与岛内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士，还在不断地制造各种谣言，企图为已经滚荡的台海局势进一步煽风点火、添烦添乱。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有关中国大陆将会在6年内，甚至是1到2年内武统台湾的说法，又开始甚嚣尘上。而且制造这一谣言的，居然是美国军方的高官与国会议员。这些谣言不仅在相当程度上助长了台海局势的紧张态势，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中国的国家形象。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外界不禁想从习近平总书记在建党10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中，了解中国对于台湾问题的最新态度，甚至是找到讲话中透露出的所谓中国大陆武统台湾的路径图与时间表。不过，那些不断地制造中国大陆将会武统台湾，以及期待中国大陆武统台湾的人，应该会再度感到失望了。那您是如何来解读习近平总书记讲话蕴含的深意呢？我认为，习近平讲话中涉台方面的内容，主要是向外界传递了3个政治信号。第一个是，习近平虽然强调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这里面表达了统一台湾的强烈愿望，但是却没有统一台湾时间表的任何蛛丝马迹。第二，习近平强调要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推进祖国的和平统一进程。这背后显然是阐明了两岸统一的路径图，也就是中国大陆仍然坚持和平统一。那么第三，习近平称坚决粉碎任何台独图谋，任何人都不要低估中国人民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强决心、坚定意志、强大能力。我认为这背后的潜台词就是，中国大陆虽然坚持两岸的和平统一，但是和平统一必须要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台湾不能搞台独。如果台湾搞台独，那中国大陆就必定会以武统来应对。这个也就意味着，中国大陆武统台湾的时间表，实际上是由台独分子来制定的。台独分子什么时候宣布台湾独立，中国大陆什么时候就会采取武统措施。值得注意的是，在习近平总书记这段讲话之后，现场不仅响起了热烈的掌声，而且再度响起了雷鸣般的欢呼声。这个也就意味着，反台独与促进祖国统一，在中国大陆是有着非常强大的民意基础的。好的，也谢谢刘先生跟我们共同在线分享您的观点，谢谢。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系列庆祝活动引发国际社会广泛关注。2日来，外媒高度聚焦中国共产党100年历程，震撼世界的100年，史无前例的跨越。多家外国媒体以此形容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的发展变迁。而对于今天上午举行的庆祝大会，外媒则纷纷表示盛大壮观。习近平重要讲话中的诸多金句也给他们留下深刻印象。英国广播公司注意到，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周四一早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观众分为几个方阵入座，现场礼炮齐响，人民高唱爱国歌曲，喜悦的气氛笼罩北京。路透社的报道使用了多组镜头记录庆典现场，其中包括观众手举鲜红党旗，伴随着激昂的歌声鼓掌欢呼。中国人民解放军的71架战机飞越天安门广场等精彩画面都有充分展示。美联社报道称，周四上午的庆祝大会是数周以来庆祝活动的高潮，展示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超过9500万名中国共产党党员在恢复中国经济和政治影响以及军事力量方面发挥了作用，极大改善国内人民的生活质量。Really sending this official message to not only the Chinese people but to the world. The party has made China stronger than ever before,
and that it will continue to succeed. And it's proven that this system, which it refers to as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has worked for China and it will work for the rest of the world. 在庆祝大会上，习近平代表党和人民庄严宣告，中国实现了第一个100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这也是外媒关注的焦点。英国经济学人认为，随着中国共产党进入第2个100年，比许多评论家预测的更具强大的生命力，它似乎还在上升。英国《卫报》的报道提到，习近平在讲话中强调，中国人民从来没有欺负、压迫、奴役过其他国家人民，中国人民也绝不允许任何外来势力欺负、压迫、奴役我们。谁妄想这么干，必将在14亿多中国人民用血肉铸成的钢铁长城面前碰得头破血流。报道称，习近平掷地有声的讲话赢得了在场数万名中共党员的热烈掌声。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以"中国人绝不接受教师爷般颐指气使的说教"为题发文指，习近平在大会上谈到了中国抵御外界压迫的坚定决心，同时也阐述了中国发展的愿望。文章引述习近平发言称，100年前，中华民族呈现在世界面前的是一派衰败凋零的景象，今天，中华民族向世界展现的是一派欣欣向荣的气象，正以不可阻挡的步伐迈向伟大复兴。全程参与庆祝活动报道的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记者感到最震撼的是，在1个小时左右的重要讲话中，习近平多次提到以史为鉴，意味着中国共产党一直在反思中成长。这也正是为何中国能够在世界上迅速崛起的密码。Xi Jinping said in that speech, extolling the party's virtues and listing its accomplishments, many of which are undeniable. From its humble beginning, the party has become the world's most powerful political organization, boasting more than 95 million members, commanding the world's second biggest economy. 中共建党100年的荣耀时刻，世界与中国一起分享。议论最多的还是中共100年取得的成就。多家外国媒体的报道用震撼世界的100年、史无前例的跨越来形容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的发展变迁。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指出，100年来，中国从一个历经数次革命和列强入侵的半殖民地国家，发展成为世界先进强国和第2大经济体。这条道路是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一起走过来的。中国共产党始终发挥着领导作用。法新社报道称，中国共产党严厉打击腐败，减少污染，带领人民取得了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英国经济学人总结道，中国的崛起是上世纪最令人瞩目的事件之一，这是历史上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经济繁荣。中国共产党带领数亿人摆脱贫困，并使中国转型成为一个高科技经济强国，这是里程碑式成就。